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、更有吸引力？无论是在职场当中、创业当中，还是在亲密关系当中，吸引力都是最重要的。其实一个人能够去吸引别人，再到别人认可自己，再到别人痴迷自己，再到别人去追随自己，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我们在销售一个产品，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相似。营销一个产品，它可以分为4个层次：第一是供需关系，第二是产品溢价，第三是制造欲望，第4是价值观融合。层次越丰富，你的魅力和吸引力就会越大，那别人对你的忠诚度就会越高。第一个叫感官层，其实就是满足供需关系。你的长相、穿着打扮、言谈举止，你表面的这些东西就会让一个人本能的喜欢或者不喜欢。在产品里面，这叫可视化包装，这非常重要，大家千万别忽视，因为这就可以满足男人的面子，你能很好的吸引他。但是感官层它是感性的，它很短暂，想要更持续的吸引力，光有这个层次是不够的。那么你就需要有第2层角色层，也就是产品溢价。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。你想想什么样的男生是最容易让你认可的，就是他跟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他既能够扮演好你的孩子，在某一些方面依赖你，又能够扮演好你的朋友，能够跟你平等的交流，听你的情绪，同时他还能扮演好男朋友的角色，去关心你，去照顾你，带着你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甚至于他还可以扮演爸爸的角色，在你重大人生决策层面、成长层面，他能够为你保驾护航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反过来，一个女生不仅仅只是把他当成男朋友一样的去要求、去对待，能够把他当成朋友，能够跟他坐在一起喝酒、聊天、吹牛，去参与他的兴趣，跟他推心置腹的聊天。如果一个女生扮演着一个女儿的角色，能够在她擅长的领域当中去适度的依赖她、请教她，给她这种崇拜感。如果一个女生也能够扮演着一个战友的角色，能够去支持和理解她的事业、她的工作，这样多元化立体的女人，没有谁会拒绝，没有谁会不爱，那你的吸引力就会越来越强，你的可替代性就会越来越弱。第3层叫能力层，也就是制造欲望。从男性思维来讲，第一性原理永远都是风险。一个男生爱你的程度取决于你会给他制造多少的风险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自己本身就很好，你的情绪管理能力强，你的事业比较稳定，你独处的能力比较强，那么男生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作的人，从而影响到他自己的状态，也不会觉得说我需要背负你身上很多的责任，带着你负重前行，更加不会觉得我没有时间陪伴你的话，我因为工作忙的话，怕你无理取闹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顺人性谈恋爱。你只有让一个人觉得跟你结合没有风险，他才会释放爱。那第2性原理就是我本身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，我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接近我，你就是来偷我能量的。我可以用我溢出来的能量和爱来制造和贡献在爱情当中的体验。这个男生如果透过你能够看到更好的自己，那么他就会对你开始痴迷。其实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，没有人可以抗拒跟你在一起我变得越来越好。那么最高维的层级，那就是精神层，也就是价值观的融合。如果你们能够达到精神层，那么你们就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。这就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它不仅仅只存在于价值交换层面，两个人有了灵魂的交集，找伴侣和找合伙人，这些都需要深度的关系。在精神层面，大家需要的是统一的，不然时间一长就会容易出现问题，人会更容易被这种跟自己精神层面接近的人所吸引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功利主义者喜欢跟功利主义者玩，理想主义者最终会选择理想主义者。拥有强大精神层的人，无论他遇到什么挫折，他都能够自救，然后再重构这一切。所以精神层才是决定一个人未来是否会持续幸福的关键。那么一个人的精神内核，它不是1天2天就能够塑造出来的，需要靠时间的沉淀，需要靠大量的磨练。所以在精神层背后，它藏着一个人丰富的阅历。当一个人的魅力源自于丰富的精神资源，那么你的吸引力就会更持久，也更具备穿透力。如果你已经达到这个层面，那你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了，是万里挑一。所以与其去包装，不如向内去构建。浮华之下，我们更应该去追求本质。不要去想我们怎么让一个人爱上我，去学术层面的东西，要学道，看到本质，经营好自己。相信我，只有这样，你的身边才会出现本身就很好的男生。